我们一辈子要办各种各样的证件，但你知道我们办的第一个证件是什么吗？那就是出生医学证明，简称出生证。你有了这个证呢，你才能上户口，后边才能办社保啊，享受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你要没有这个出生医学证明，那就等于你是黑户。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啊要办的第一个证件。今年1月21号呢，央视曝光了全国多个地方倒卖出生医学证明的黑幕。那么应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出生证是怎么被买出来的呢？又是哪些人在买它呢？一名福建被拐儿童竟然牵出一条出生证的黑色产业链。出生医学证明如何成为买卖的砝码？但是国文节来这里查，就是你真的你熟悉的才办的，才冒险办的。追踪出生证买卖内幕，网络中介售卖的出生证究竟是真是假？又是如何办出来的？我们直接你看这些价钱，办理湖南5000，湖南人可以查到。揭开这张神秘的黑市网络，是谁在给被拐儿童洗白身份？又是谁在为出生证铤而走险？一张小小出生证又暴露出哪些漏洞？整治出生证乱象，治标更需治本。其实曝光倒卖出生医学证明啊，这个过程是个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过程。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呢在打拐的过程当中，就是打击拐卖儿童的事儿，然后在福建长汀县的同坊镇呢，就发现了被拐卖的孩子。结果有一户姓童的人家，他的孩子就是拐卖来的，他买来的，就不是他本人亲生的。然后经过 DNA 比对呢，这确定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可是这个孩子呢，却有一套特别完整的出生证明。这个出生证明证明这孩子就是他家亲生的。最后一问呢，这个出生证明啊，是从广东惠东县买过来的。广东的，花了1000块购买了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于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央视记者呢就顺着这条线索呢，来到广东惠东县铁涌镇卫生院。结果跟卫生院里的医生一接触，发现还真就能把这出生证买出来。这就是童家在广东购买并通过了福建当地派出所检验的出生医学证明，证明上盖着铁涌镇卫生院的公章，并写着一位梁姓医生的名字。为了验证这张出生医学证明的真伪，记者赶到了这张出生证上的医院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铁涌镇。在镇卫生院里，记者请工作人员查找这张出生医学证明的存档和病历。刚才我们找到了，要找病历那些的吗？这个结不结生那里我们都有那个记录的，是吧？结生他会打回谁的？医生向记者证实，童家的那张出生医学证明的确来自这家医院。医院里至今还保留着存档和产妇的住院病历。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广东的福建孩子，为什么却在广东的这家医院里有出生医学证明和全套住院手续呢？带着疑问，记者找到了出生医学证明上写着的这位姓梁的医生。出生证在这里补办可能你补不到，要核年的，核年的我可以补充你的，补一年的，补一年的那个看看有没有，还有。记者称是通过一名中介介绍来的，于是梁医生当着记者面打了一个电话，10分钟后对方给了回信儿。他说要过2天才拿得到，你要不要？决定要的我跟他说，他说要7天。记者表示，听说福建的童家买证时没有这么贵。梁医生称，他给福建的孩子办了出生证明，警方来调查过2次。现在要办出生医学证明，要比以往更加谨慎，所以价钱更高。但是国文节来这里查，就是你真的你熟悉的才办的，才冒险办的。梁医生表示，
当时为了让孩子的出生证明看起来天衣无缝，医院特意给这个从没来过铁涌镇卫生院的孩子做完了全套的手续。我是搞医院的，江南医院的。我们没有拿1毛钱，就按照生孩子那个流程交代的。梁医生介绍，孩子有全套手续和病历，只要孩子家长不说，谁也查不出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是造假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记者曝光的内部情况，7500块钱啊买一套这个出生证明。那么其实这个现象不光是说在现实当中你跟有些地方的卫生院呢、妇幼保健院的医院接触，你在网上那有的论坛呢，你输入什么买出生医学证明、买出生证词样，稀里哗啦就会跳出不少 QQ 号来，里头告诉你多少钱呢，怎么买呀？当然你要真联系买家的话，他会联系这卖家的话，他会非常谨慎，要核实你的结婚证啊、什么私人信息啊，他要力求做到把握，很谨慎。然后开出的价呢，便宜的有4000多的，贵的呢有这3、5万的，一般来说都在8000块钱到13000之内。他们直接你看这些价钱，办理湖南5000，湖南人网可以查到。如果他问你身份，假如你说要穷人，那可能就便宜点；要说你是个老板，他就很宰你一刀。而且你在这网上呢，记者也做了相关的实验，发现呢，想在网上买一个出生医学证明啊，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难的事儿。那么这些出生医学证明，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一般是这边有孩子出生才给发一个证明，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如同我们的身份证一样，你丢失了或者什么啥，但是你造不了假，基本上。说这种情况下，他买这个出生医学证明是不是都是假的呢？你看记者调查的去了河南、河北几个地方一调查，发现这几个地方买出来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呢，据说都来自广东番禺的这个妇幼保健院。结果到妇幼保健院那一查呢，发现呢这些证都是假的，是假冒番禺妇幼保健院往出发的。仔仔是一名打拐志愿者，据他爆料，互联网上存在大量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信息。记者在网上联系了一名自称来自河北的中介郭某。郭某称可以办出广东番禺妇幼保健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与记者和打拐志愿者约在河北见面。今天要是要的话，我就让他今天晚上发过来，明天或者后天才能到。你把那个信息什么的留给我，小孩的信息啊，可以。到时候我让他发的时候直接打印好发过来，医院的章什么全都有，拿直接就可以过去落户口了。与此同时，来自河南安阳的另一个中介孙某也在网上联系了记者。孙某也称可以办理出广东番禺妇幼保健院的出生证。记者虚构了一个孩子信息，要求孙某办理出生证。3天后，记者在河南安阳见到了孙某，他拿出了办理好的出生医学证明，要价4500元。看到了没？看到啥了呀？这里面有个字。有几个模模糊糊。为了表明这张出生证是真货，孙某把一张薄膜贴在了出生证上。透过薄膜可以看到，出生医学证明上出现了各种防伪标志和文字。只有这种才可以的是吧？派出所哪个派出所都有这个。来自河南、河北两地的中介都声称，他们手里的出生证一部分来自广东番禺妇幼保健院。那么，这些写着番禺妇幼保健院办出的出生证，到底是真是假呢？记者又来到了广州番禺区卫生局进行核实。所以就是说有编码的嘛，那这些证它从国家一级级发到哪里，然后就要看这些编码是属于哪些地区的，只有这些段的，其他的这是12年的吗？对，12年就是 M 字头的，在我们这边发出去的时候M 字头的，我们只有这些段的。那么你那个 M4411这个我们根本一个都没有。河南安阳警方根据记者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包括孙某在内的5名中介。从起获的出生医学证明来看，防伪程度之高，竟让不少派出所都难辨真伪。那么通过刚才这个调查经过，我也没看出来这个证件出生证明是假的。可是在网上倒卖和现实当中倒卖出生证可不都是假的，有真的。说这真的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旧的出生证明你往上填信息，它是空白的，先把这个空白的出生证拿出来，然后自己想填什么填什么，
如果我们说假的，他是这个假冒出来，这是犯罪分子，他不该有的行为。那么呢，这个假的出生证明呢，还能够把所有全套户口都上来，那只能说明我们相关的公安部门呢，或者其他部门呢，在这方面失察。但是真的出生医学证明，这是我们的医院相关部门的有的人呢，和这些犯罪分子之间有勾结，才会形成把真的出生医学证明都给弄出来。那么这种现象怎么产生的呢？由这个医院呢，还有包括买证的形成这个利益链条。这个利益链条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市场，这个黑市主要是由强大的需求推动的。说什么人来买这证，什么人需要买出生医学证明呢？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开头说这个例子，拐卖人口，把孩子拐过来了，卖出去了，买这一家这个孩子上户口啊，上户口你又不是你亲生的，你也没有出生医学证明，所以这时候要买。所以我们说一开始呢，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这个现象呢，跟这个拐卖儿童有直接关系。他要通过给这个被拐卖儿童上户口来洗白，由原来的黑孩变成白孩。所以就是拐卖人口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买了孩子这一家，他需要上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但是这个在需要出生医学证明的庞大人群当中还不是主流。下面我说这几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变成主流。头一个是超生的，我们很多地方呢，超生的孩子到医院不给出生证明，因为你这是违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这些孩子没有户口，在将来上幼儿园呢，上小学呀，包括将来办社保什么就业都是问题。所以这些人超生的孩子，他的家长想给买个出生医学证明，使这一套手续都合法化，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非婚生子，比方说这个未婚妈妈没结婚呢，孩子出生了。还有的呢，因为婚外情生孩子了，说白了就私生子。你到有的地方医院呢，你不光得证明这是你生的，那孩子他爹在哪儿呢？这都得证明，然后才能给办这个出生医学证明。所以这些人办不出来，那孩子不都回户口啊？家住江苏如东县长沙镇的何先生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玲玲，然而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女儿却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着校园里同龄孩子们正在玩耍，听着朗朗的读书声，小玲玲的眼神里满是求学的渴望。你告诉叔叔想不想上学啊？想哈，真的很伤心。看见别人的小孩，我女儿就很喜欢上学。一说了，看见别人的小孩都上学，她是小玲玲的父亲何先生是如东人。2006年，在上海打工期间，因为未婚先孕，没有上医院，女儿就出生在家里。当时孩子的出生证明以及相关手续都是由接生婆打理的。但是生出来以后，家里没有一个人。就是我去了，把小孩抱在手上，正好一个国语，他说他认识一个医生，叫他过来剪一下脐带，脐带剪好以后包好了，然后他说他帮我们去办那个打成的那个防疫证明啊，防疫那个防疫本子跟那个出生证。为了让孩子能报上户口，何先生从村里、派出所、镇政府、计生部门前后后跑了几十趟，补办了相关手续，并交了罚款。可是眼下小玲玲仍然报不了户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落户必须要有这个医院正规的这个医学出生证明，接生母给他出的一个医学证明经过我们这个医院这个户政部门认定，这个是个假的。根据相关规定，假出生证明是办不了户口的。可是何先生又该到哪儿去找真实证据呢？但是现在户口的这个落户规定也不容许不容许，所以我们这个积极的在向我们市局反映，看市局领导能不能有一个妥善的这个解决办法。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呢，就是给孩子，比方说要改名，有的要改姓，可是出生医学证明第一遍已经办出来了，我再想改费事了，那我索性就买一个省事了。另外有一种情况是从去年开始才有的，因为去年我们开始有了单独二胎政策，就可以要第二胎，独生子女家庭要第二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在这之前就偷偷摸摸生了一个孩子了，一看正好赶上这政策，那好，我办个假的出生医学证明，我买了一个，把孩子出生日期呢推迟到呢国家出台这个政策之后，这孩子不就完全合法化了吗？所以我刚才说的这几类人，这是现在这个市场上购买出生医学证明的主力军。
就是所谓被拐卖的孩子，他那个买主要办这个。你想想，全国一年这样的事是不少，可是跟我说的后一种情况比，那数量上不能比。所以现在就出现很多情况，一些公安部门认为呢，坚决把住出生医学证明这关，这才能把住拐卖儿童。那么我们国家的政策里边呢，到现在为止啊，并没有清晰的规定办出生医学证明必须的条件。其实按道理来讲，只要能证实这孩子不是拐卖的，就是这孩子确实是这个女人亲生的，只要证明这个，你就应该给人办出生医学证明。因为如果你这个都不证实，你像公安部门也这方面很有道理，就说你如果连这孩子这些父母信息都不核实的话，出生一个孩子就给办一个证明，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拐卖儿童情况出现。所以这一点来说，公安部门坚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错的。关键是医院那方，就说我出生医学证明办理过程当中，应该只要证明这个孩子的妈是他们之间是母子关系，别的你不用考虑。这点证明就证明这孩子不是拐卖来的，不是犯罪分子的用来牟利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这时候就该给人办。可是问题是呢，各个地方的土政策纷纷出台。孩子出生本来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但是山东聊城的汤先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据他说，原本出院3天就应该拿到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却迟迟拿不到。你孩子出生多长时间了？37天了，俺们就说没有这个政府发的纸张，打印不来，打印不出来，没法整，没有这个纸。出生医学证明有专用的纸张，只需要填写孩子的相关信息。可是医院怎么会没有出生医学证明的专用纸呢？记者来到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几位也是来开出生证明的人。你什么时候填来的？3月了。3月份了，都没出证明了。1年落上户能怎么这样？说70年龄样，1年之内到小孩落网户，你得做70年龄。到底医院什么时候才能开出出生医学证明呢？出生证明啥时候能开出来？现在还不出证。所以就说很多地方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这一纸出生证明之上啊，附加着太多其他的条件。不光是说这个出生证，还有准生证之类的也是如此。你像有的地方的规定，就居住地，你要是到我这儿打工，结果在这儿结婚生孩子了，好，居住地要求呢，你要想在这儿办准生证，你得回到你户籍地开个证明，而他户籍地的地方要求呢，你必须居住地先开个证明，就陷入个死循环。还有地方办出生证，不光是妈来，爹都得来，都得确定，结果造成很多呢，你比方说未婚妈妈想找这孩子，他爹没了跑了，结果这孩子当然就上不了户口。那么孩子是无辜的，这孩子一出生没有户口，他将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无法上厕所，无法正常就业，这不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吗？所以很多地方呢，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呢，顺道捆绑了很多功能，它事实上呢，给很多老百姓啊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我们以前我记得做过一期节目里就讲，一个这个未婚妈妈生了孩子了，由于呢要求你只有找到他爹才能给出生证，结果他爹都跑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了，两人感情早就破裂了，结果这孩子一到大了没有户口。你想想，孩子没户口啊，连幼儿园小学都上不了啊。可能已经习惯了，就是一次一次的被拒绝吧，已经有4年快5年了吧，就是每一次都碰壁，然后就是想一旦再有什么比如说可行的办法我再去试。我只想要一个孩子，我只没有婚姻，没有那个法律说不结婚不允许生孩子。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做了反思，所以很多地方一点点开始剥离。你看湖北省就已经推出来，就说只要是你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的时候证明这是他母亲生的，必须给人办出生医学证。就其实这个也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证明这孩子是他妈生的，这就可以了，这说明这孩子不是拐来的。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你首先给他上完户口。所以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曝光这个倒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事儿啊，应该拔出萝卜带出泥，它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拐卖儿童那点事儿。你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超级庞大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市场才能够消失。没有这市场了，这犯罪现象自然就减少了，或者变成单纯的打击拐卖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了。这样公安部门和其他部门也好操作了。现在是倒卖医学证明这事，出生医学证明这事鱼龙混杂，什么现象都有。所以我说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政策的执行，还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都应该首先厘清出生医学证明上面附加这些条件。咱们讲到这个以人为本呐，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可是真正的要贯彻以人为本这个政策，那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事儿，它得需要各级政府啊真真正正的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充分考虑到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附着太多条件造成的打击面过广的现象。但现在来看呢，这显然不是能够马上就办到的事情。所以我是希望呢，央视曝光倒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件事能够促动我们个地方去掉一些出生医学证明上面不合理的土政策。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曝光这个黑幕，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项功德。最近有明确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有90万例缺陷婴儿出生，也就是先天残障婴儿。每年产生的10万弃婴当中呢，有 99% 是这样的缺陷婴儿。那么在抚养缺陷婴儿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产生高达100万元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呢，还有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的苦痛人生。那么针对这样的现实困境呢，今年两会期间有相当多的代表委员提出，要利用现代科技里的孕检技术，提前阻断缺陷婴儿的出生。这一提议在现实和伦理两个层面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先天畸形、功能障碍、智力低下、缺陷婴儿引发了哪些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一边是对生命的尊重。缺陷婴儿究竟该不该生？这背后又有哪些伦理之争？加大孕检医保覆盖，做好咨询告知工作，减少出生缺陷，如何才能治标更治本？跨过伦理困境，注重生命质量。本期老梁观世界和您一起探讨缺陷婴儿生还是不生？什么是缺陷婴儿呢？这和我们平常说的先天残疾差不多，它总共有3种类型。第一种是先天畸形，你比方说脑瘫。第二种类型呢是先天的功能性障碍，比方一出生就盲聋哑。还有第3种呢是先天的智力障碍，愚形，智力低下。这3种情况呢，就是大家普遍认知的缺陷婴儿。就说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娘肚子里边，他已经这些功能就受损了，功能不全了，所以一出生他就是一个缺陷婴儿。缺陷婴儿的各种发育障碍都发生于出生之前，所以又名先天缺陷。先天缺陷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形态结构的先天缺陷，生理和代谢功能障碍导致的先天缺陷，先天智力低下，以及胎儿在宫内发育迟缓。常见的比如先天聋、哑、盲、脑瘫、智障、肢体残疾等有身心障碍的儿童，都属于缺陷儿童。或者孕前或者婚前没有注意这些应该的进行的一些检查，那么孩子发育发生畸形了，或者发生畸形后没有及时的去终止，因为没有去检查，然后导致了这些婴儿的出生。特别是贫困地区，因为本身生活上就不是很富裕，那么在科普这方面的知识的掌握方面社会对他们的关爱方面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问题更为严重。那么现在的统计数字呢，是全国一年出生的1600万新生婴儿当中，大概有 5.6% 是缺陷婴儿，也就是将近90万。每年产生的10万弃婴当中 99% 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家长把他们抛弃了。那么缺陷婴儿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就比方说这家长把他扔了，这小生命呢可能就消失了。因为有统计数字表明呢，大约有 30% 的缺陷婴儿呢，经过治疗呢可以获得相对正常的生活质量。另外有这个 30% 呢活不了，就出生之后不长时间可能就死了。还有剩下的 40% 呢，这一辈子都得和苦痛相伴，那可以说活的基本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那么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大的。前面我们说过，一个缺陷婴儿家庭抚养他，这个整个抚养费用、医疗费用高达100万元。为什么很多家长宁愿背负着抛弃自己孩子的恶名和心理上巨大的内疚感和负担，把孩子抛弃呢？那无非就是治不起、养不起，没有能力供养着孩子，费用太高了。
3月16号夜里，这对父母想把孩子遗弃在福利院门口，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最终夫妻俩带着孩子离开了福利院。3月19号下午，我们在广州市番禺区见到了当晚的李先生夫妇。这样下来它就是弯的不直，但是他左边这块呢，它只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了，这边这么一点点，这边这么长一个，对，已经是不协调了。然后就是那个恶劣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恶劣的话，如果是你不处理好的话，他可能医生说他可能是被吃东西会被卡死的。这对1个月只有2000多元收入的李先生一家来说，根本负担不起。面对未来数不清的费用，他们想把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希望孩子能在这里得到更好的救治。把那个孩子扔到那个弃婴岛去，我觉得这样不好的。但是这孩子当中是肯定存在了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样很大的问题那种，甚至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有的家庭呢，勉强的养着孩子，即使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没问题，可是你想陪着孩子带着孩子，我的同学和亲戚里就有这样的情况，孩子是脑瘫，隔辈人有的孩子的奶奶呀姥姥啊，甚至为照顾这孩子精力耗尽，可最终这孩子什么样呢？毫无生活质量，20多岁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也没什么知觉，你整天看他在那就是遭罪，这是。所以谁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心里头难受，就是这个社会问题是很大的。婴儿先天不足究竟带来哪些社会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生可能成为家庭负担，不生是剥夺生命权利。又是什么让很多人选择听天由命？轻度缺陷尚可生活，重度缺陷生命堪忧。究竟什么才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弃婴呢，有的呢被这个别人救起来送到政府的福利院呢弃婴院养活，可是这些孩子打小呢本来就这么惨了，先天缺陷了，又没有父母的照顾，所以他们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是充满着缺憾的，大多数这一生是充满着痛苦的。婴儿是婴儿是人民日报报道，针对此事的民政部部长周玉佩昨天表示，设立弃婴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而提前优先的。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所所长马旭表示，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弃婴10万名，比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和90年代的5万名的数量大幅增加。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福利院设立我国首个婴儿安全岛，此后江苏、贵州、广东等省份也相继开展试点。婴儿安全岛就被安置在离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大门口不到5米的地方。其实这个婴儿岛并不大，最多也就2.5平方米左右。在这个岛里有电灯、换气扇，还有最关键的2样东西：保温箱、婴儿床。在这个保温箱上贴有一些标签，他们是用来给那些家长指导他们如何开启这个保温箱的。这个保温箱被恒定为27摄氏度，这个在冬天对于一些早产儿或者是患有重大疾病的孩子们来说，能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其中2014年试运行仅50多天的广州婴儿安全岛却因弃婴数量爆棚被迫关闭，而婴儿安全岛内99%的孩子都是残疾的弃婴和弃头。我非常期待着我们国家能够重视孕期和产前的这种检查，去抓产前和孕前的这种检查。我想的话，我们不出20年，我们国家的人口素质就会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个社会问题啊非常大。你想一年这90万，他给社会给家庭带来多少负担？得至少几十万家庭，多达几百万的人口卷入到了这个苦痛当中，社会的负担、家庭的负担、个人的负担都非常大。能告诉我们家孩子多大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到这儿呢？他的这儿子1多3天没法吃啊！我有办法，我也不会这样。21三体综合征就是唐氏综合征，是一种先天疾病。患病儿童面容奇特，还经常伴有智力发育低下的症状。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正因如此，
这位父亲才选择了把孩子送到弃婴岛来。那么有人说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一个，咱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呢比较落后，就是说这个孩子来了听天由命，老天爷给的，都是娘身上掉下肉，不管啥样我都得要。有很多人是这个观念。还有的原因呢在于呢，咱们现代技术呢已经能查出来，你要出生这孩子呀是先天畸形，这个概率会非常高。可是有很多家长呢，要么是呢不去检查，要么是不接受这个，尤其是农村地区出现的情况很普遍。你看咱们现在呢到医院呢有个产前的这个筛查，筛查的钱呢是140块钱费用，这个费用是纳入医保范围内能报销。那么筛查完了之后呢，筛查出高风险的，就说你这孩子出生很有可能是缺陷婴儿，这个风险系数很高的，大概能占这里头的10%不到。那么这部分人呢还要再进行一遍确诊检查，就产前诊断。这个产前诊断的费用是1400块钱，这1400块钱没有纳入医保，就医保不能报，所以很多人呢不愿意花这钱就放弃了。有的人说这事儿那政府怎么不把这1400块钱纳入进来呢？确实是全国一年这么些孕妇，到最后就10%能筛查出来高危来了，这里头有着伦理上的考量。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这方面的提议，有很多人反对的原因。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来，咱们现在孕检技术很发达，检查一发现这个孩子将会是缺陷婴儿，那就不要让他出生，或者是堕胎，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终止她怀孕，就完了吗？这个事在伦理上面临着很大的争议。你像有一种说法认为呢，这孩子呀大小是条性命，哪怕他是残疾的孩子，他也有来到这世上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权利，而且他怀在娘肚子里边已经有知觉了，你这时候把他堕胎，你让他流产引产干嘛呢？这是对生命极大的不尊重。他你现在用这种优生的方式说可能有残疾的孩子，那就不让他出生，有点上纲上线了。但是这个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就认为残疾的孩子也有权利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咱说实在的，这里边得一分为二的看，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经历自己的孩子是先天缺陷来到这世上，他抚养他的种种苦难以及孩子受的苦遭的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啊，你要怎么看？如果这孩子一出生就痛苦的不得了，不仅拖累了身边的人，他自己毫无生活质量，这辈子都得在痛苦当中过。你想想，我们尊重一个生命是让他有尊严的生存，这样的话孩子谈何有尊严的生存呢？甚至浑浑噩噩无法感知外部的世界，甚至每一次治疗给他带来都是锥心之痛，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就是让他遭罪的吗？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吗？所以相当多的人还是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要跨过伦理这方面的困境和这个瓶颈。那么我想在这方面呢，西方一些国家他这方面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就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什么样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想要研究清这个问题，咱们先讲讲这个残疾婴儿已经出生了，出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当然那些轻度残疾的不是问题，通过治疗可以获得正常人生活质量。还有呢，虽然是终生的残疾，但是呢还可以正常的活下去，像盲聋哑这都没有问题。如果说我凭触觉能得到如此大的乐趣，那么能让我目睹一下该有多好。其实世界是公平的，所以只要人去创造，不管你是残疾人还是明眼人，我相信总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残障人士，人家活得也很有质量，没问题。咱们集中要讨论的是什么呢？严重的先天缺陷的，就像那种脑瘫呢、先天智障，像这样类型的先天畸形的，像这类我们怎么处理？那么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呢，这孩子如果一出生一判断是这样，很多国家用的什么方式？被动安乐死，就放弃治疗。当然放弃治疗呢有个标准，就是有的国家它是这么定的，就这孩子假如一出生就永远昏迷不醒，你就可以放弃治疗，或者一出生你对他这种治疗呢是非人道的，这几种情况要出现了，
就可以对这婴儿实行被动安乐死，放弃治疗，给他打一些麻醉剂，让他在这个放弃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自生自灭了。所以你想走到这一步，那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就说我们要从这孩子出生以后来看呢，那真是面临着很大的困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家属，就孩子的父母。你说眼看这孩子不治啊就死了，但是你治呢只是延长他死亡的时间，对这孩子没任何意义。可是你眼看这小性命在你手里，能让他多喘2口气儿就喘不了，这当爹妈的于心何忍呢？这个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咱们的父辈母亲如果到老年了面临这个困境，就像癌症这些不治之症，你治他是多遭罪，可是你能眼看就拔下管子不治吗？就他能多活1、2天，你不让他活吗？所以这孩子一旦真要出生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一下子就上来了。咱们假如事不关己，站在旁边来看这事儿应该怎么，你很明白，你自己身在局中，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从基因研判到孕前检查，用孕检技术阻断缺陷婴儿出生，是否是解决之道？从孕育生命的一开始就能够实现这方面的决断的话，那么这个伦理困境可能就变得微乎其微。孕前检查全额纳入医保，婴儿出生权交回母亲，减少出生缺陷，我们又该如何努力？我通过我孕前检查，我告诉你这孩子什么状况，由孕妇自己决定这孩子要不要生下来。考量经济成本，突破伦理困境，如何更理性的对待生命的孕育？所以这孩子一旦真要出生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一下子就上来了。咱们假如事不关己，站在旁边来看这事儿应该怎么，你很明白，你自己身在局中，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所以代表委员提出来的要阻断缺陷婴儿的出生，就是避免陷入出生以后这些无穷无尽的伦理困境。你像有一种说一发现孕前检查一看这是缺陷婴儿，那就堕胎。当然这个堕胎不是没条件的，你像香港的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如果要是提前中断这个怀孕，应该在怀孕的头24周，就半年，要怀上半年以后你就不能再引产了，就该生得让它生下来了。这也是对这个堕胎的一种阻断和修正。那么我们再可以往前推，就当这受精卵还没有分裂的时候，我们提前销毁这受精卵可能就更加人道。但是受精卵毕竟已经生命形成，我们要再往前从基因里边判断你们俩生这孩子就是缺陷儿，在这时候就不要怀孕，我想这个大家就都能接受了。咱们现在以前有强制婚检，那为什么取消了呢？强制婚检就是避免你出现生育畸形儿，可是问题就在于呢，去结婚登记的人有好多人不想要孩子，你说你强制给人婚检，人觉得泄露隐私，但是强制孕检可以。孕前检查呢，可能更强调医生要对这个育龄的夫妇呢进行选择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这个受孕季节，另外呢还要给他一些这个比如说补充符合维生素、微量元素制剂，来降低出生缺陷的一些建议。孕前检查一看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再往前推，从基因里就能看出来，就说你越往前推，当这生命没有形成或者初步形成或者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事情阻断了，那就比这孩子已经胎儿形成了或者说已经生出来了，你的道德伦理困境要小得多。就是通过孕检技术提前阻断缺陷婴儿的出生，避免他出生以后面临着无穷无尽的伦理问题跟社会压力，就从现实和伦理两个层面提前来阻断这个，以产生的争议最小、代价最小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医学发达判断，最终这决定权不是在医生手里。就是现在已经板上钉钉了，说告诉孕妇你出生这孩子就是个先天缺陷畸形儿，那么这个时候决定权也不在大夫，而在于这个孩子的母亲，他的家人，父母商量要不要这孩子。如果我认了就是畸形儿，也是娘身掉下肉，我也养，那么就应该让他出生。医院没有这个权利来阻断这样缺陷婴儿的出生。但是医院的职责是什么呢？我通过我孕前检查，我告诉你这孩子什么状况，情况我跟你说清楚了，然后由你自己决断，由孕妇自己决定这孩子要不要生下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他会有特别理智的判断。
所以你把这几个过程完善了之后，我相信每年90万例的这个缺陷婴儿的出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比例会大幅度减少。那么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社会这种大量的缺陷婴儿它的存在，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有很多家长一时冲动，这孩子说我知道有缺陷我也生下来了，可生下来之后漫长的过程当中，不是拖累他孩子自己家庭，很多社会其他的人也跟着受连累。所以你要从经济成本这角度呢，这个账就好算了。所以在经济成本上，我相信每个人做出理性的决定，提前阻断缺陷儿出生没有问题，关键是跨过伦理的困境。他已经出生了，伦理困境就大；他没出生的时候，伦理困境就小。如果在他没出生之前，我们一步步往前推，从孕育生命的一开始就能够实现这方面的决断的话，那么这个伦理困境可能就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说，迟迟没有通过这样的政策法规，最关键的就是在伦理上很难跨越。所以我相信呢，只要把这种技术能够发挥到生命孕育的开始或者生命孕育之前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伦理困境不复存在，缺陷婴儿的社会问题也就由此迎刃而解。